也想让你看看本王看过的最美的风景。澜沧江有一传闻，凡人若进仙河，便可长相厮守。景王怕是爱惨了梅林。殿下，那10个烫伤美人的身份已经伪造好了，待殷将军查到这些异样，自然会怀疑到景王身上。王权，何事？殿下，您吩咐调查上4节去过福芳斋的人，这是名单。贵人们都是去观赏火龙的，没有查出其他异样。我始终觉得，上4节那日老三去福芳斋不是为了看火龙，他有别的目的。殿下担心，是朝中已经有人秘密投靠了景王。除了这些贵人，福芳斋的店家一个一个的查，老三见过谁，吃了什么，本宫都要知道。还有，盯好那个梅林。是。王爷，西上矿场守卫森严，属下未能进入矿场内部，是属下失职。李清这人至关重要，你亲自去一趟，调查清楚，小心行事，切莫打草惊蛇。王爷，上4节那日，太子已经起疑，我怕张毅还有李清的消息是瞒不住了。而且，东宫现在已经派人去鸿胪寺盯着梅林姑娘，也派人去了福芳斋调查。如果实在瞒不住，弃张毅，保李清，最好让太子相信本王上4节无别的目的，只是为了陪梅林看火龙，这样2个人证都保住了。人人皆信王爷宠爱梅林姑娘，怎么会有人起疑呢？是不是梅林姑娘不会做戏，露了破绽？哼，她是杀手，自然不擅长做戏。太子不是想查本王上4节的行踪吗？那本王便给他一个答案。什么答案？本王深爱梅林，除了与她过节，别无目的。梅林，你到底是在练武还是在打拳啊？接着练，练不好，今日便不必回去了。总之，本王近期会常去鸿胪寺，即便不能打消太子的疑虑，起码也能拖些时日。梅林姑娘不会做戏，王爷怕是要演得更真一些。
你在此罚站2个时辰。王爷，奴婢是奉旨交席，还请王爷不要阻拦。本王答应过父皇，绝不干涉教习，自然按照你的规矩来。受罚了吧？就是胸小珍珠。本王心疼美人，却又无力相助，便只能陪她一起受着了。皇上，臣妾参见皇上。吕簪，娘娘，这几株牡丹是皇上最喜爱的呀。牡丹，这不是白菜吗？哎呦，这是大四楼的花匠耗费了3年的功夫才培育出来的新品牡丹。皇上，臣妾不知道这几株花这么珍贵，我就是看它们长得最好，我才……幸好朕来得及时，还没挖到根系。燕妃若是喜欢，把它移栽到芳华殿便是。不是，我不是来偷花的，我就是来挖点土。挖点土？皇上。请皇上宽宥，燕妃娘娘与外臣的一位身边人近日没丧了。西燕有习俗，西燕人若身死异乡，需用伊桑花祭奠。延城没有伊桑花，娘娘便找到了一些伊桑花的种子。娘娘从小受逝者照顾颇多，若非如此，不能解心中悲痛。明白了，燕妃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让司农令找几个花匠去芳华殿，帮着燕妃培植伊桑花。是。送到红楼寺的时候，须得小心，别磕了碰了，惹得景王不高兴啊！知道了，掌柜的。这些点心都是景王定的。客人，上巳节后，景王殿下便早早派人将所有点心小吃都点了一遍。据说是给美人庆生。贵人今日想要什么点心？不如随我进来，随意挑选。贵人今天不想吃点心，倒是有些事情想问一问掌柜的。贵人请，请。
子姑又生气了。舒墨什么时候病的？我知道你瞒着我是怕我担心，但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舒墨沉疴已久，怕我们担心，便一直瞒着。阿兄已经为他挂了一桑花，他已经回西安了。阿兄，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分别？你这次回西安之后，我们是不是此生再也见不到了？当然不会，阿兄答应你，一定还会回昭京来看你的。真的吗？当然了。可是你以前也骗过我。母妃走的时候，你明明答应过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会陪在我身边的。公子，时辰到了，该出发了。再等等。听茶谷说，公主这次真的生气了，说公子走了也好，以后就没人管她了，她想干嘛就干嘛。公子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？有子玉天天盯着他告状，他哪敢做什么出格的事啊？骗子，大骗子！公主，公子就要去大研了，再不去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我不去。我昨天晚上已经跟天神起过誓，他如果真走了，我就再也不原谅他。他一贯都是这么孩子性子，喜怒随心。母妃去的那年，他才8岁，我狠下心来，教他沉稳懂事，想让他快些长大，别惹出祸来。可现在我要走了，再也保护不了他了，我却不愿让他长大了。你说，我是不是特别贪心啊？走吧。公子真的要走了。阿兄，不要走！阿兄，你不要走！茶谷，我没有母妃了。也没有阿兄了。我以为只要我再去求求夫君，跪个3天3夜，不行我就跪7天，大不了我就挨顿打。我以为你总能像以前一样想到办法。我以为只要我生气了，你就不会走。是阿兄不好。我知道，当初如果不是你去做质子，就是我去和亲。其实我骗了天神，我早就原谅你了。子姑，阿兄答应你，再也不会骗你了。子姑长大了，现在轮到我保护阿兄你了。好。
公子陪朕对弈这几年，只有今日，才显露出真正的实力。朕收得心服口服。外臣迎皇上这半子，已是耗费心力，皇上谬赞了。公子不必自谦，在西耶论奇道，只要公子用心，就没有赢不了的棋局。月琴想赢，但若要赢，还需仰赖这些年来习得皇上的棋风，大言君威才是制胜关键。公子真想通了。月琴再不明白，岂不是辜负了皇上一番好意？公子为何今日才生出大志？皇上看得明白，月琴不是胸怀大志之人。皇上明君圣主，愿借力外臣，为的是大言西燕的和平久安。而外臣想赢，也只是想要护住身边人罢了。皇上说过，燕妃娘娘是两国和平的象征，只要大言西燕两国交好，娘娘便会在大言终老无恙。君无戏言。公子与燕妃的兄妹情深，朕甚是感动。吕正、吕丹，这些都是燕妃特意为你备的回乡礼。她总在朕的耳边不停地念叨你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生怕你路途艰辛，受罪吃苦。娘娘性子莽撞，但总归是心无城府之人。若将来有行事不当之处，还求皇上开恩。像燕妃这样的率真之人，后宫里并不多见。朕愿她永保天真。阿梅，生辰快！这些都是靖王送的。哇，这衣服好重啊，还不够华美。还以为景王有多深情，怎么会如此小气，连一个金步摇都没有？阿梅又不带那些，我倒觉得景王是有心之人。金疮散，全是药罐子。景王不是咒我们阿梅受伤呢？这么小个伤口，景王都能看到，我倒有些相信景王了。我觉得他对阿梅不像是做戏。你别看错了人，我们看错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阿梅别看错。阿梅，你觉得呢？我，景王这个人说话有真有假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也不太能看得清。舒痕膏，这是新房源的舒痕膏，只给贵女定制，绝不外售的舒痕膏。阿梅，你有这么多瓶，可以送我一瓶吗？你怎么了？受伤了？前些日子不小心伤了手，留了好大一个疤，可难看了。哎呀，又没伤在脸上，有什么要紧的？你懂什么？我以后可是要去伺候太子的人，全身上下不能有一处疤痕。阿佳，一定要去东宫吗？是他想去，这种事儿怎么轮得到我们选啊？我就是想，凭借我的美貌，定能被太子看上。阿梅，你跟景王做那事儿了吗？什么事啊？脱衣服的事儿啊。脱衣服？脱衣服什么事啊？坐。还没做吧？那你正好用得上。这，哪有人生辰送这个呀？你不是说送礼要实用吗？这个最实用啦。阿佳，今日我生辰，我好久没过生辰了，多谢你们2个陪着我。那你去了景王府享福，可别忘了我啊。2位贵人，
也别忘了我呀。怎么可能忘了你们？走，挑礼物。好，挑礼物，挑礼物。公子，梅林姑娘，生辰快乐！多谢公子。我听闻，你们青州人在过生辰的时候都会吃灯果饼，我呀，特意在灯果饼里面放了山甘草，你尝尝，一定不酸。其实今日不是我的生辰。哦，原来和亲美人名簿里面的生辰是错的，那谁说不是生辰就不能吃灯果饼了？公子给我做的灯果饼，我能吃到明日。梅林，坐。其实，即便今日不是你的生辰，我也有话想要对你说。这块玉环是我的贴身之物，你在昭京遇到任何事情，你都可以拿着此物去找天香楼的黄掌柜。此人在昭京的势力错综庞杂，定能助你一臂之力。公子先前已经帮我很多了。月琴公子是守规矩的人，怎可半夜打扰本王的女人呢？王爷在月琴面前就不必演戏了，你们不过是合作关系。你怎知我们不会有假戏真做的一天呢？梅林是赤诚之人，不会在假戏里找真情。不是同路人，就莫要追求同行的缘分。梅林姑娘，这世上有太多背后捅刀的同路人，只有阿梅与本王，才是同悲喜、共生死的同路人。公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轻易将性命托付给任何人。本王提醒你，你要做的事，在吸烟、旁的，都是白费心思。今日是阿梅的生辰，若公子还有兴致，也可与我们同路而行。
第一次坐船？不是，小时候我阿爹带我游湖坐过船。本王年少时曾去过大燕北境征战，坐船驶过澜沧江，曾在那里见过一片蓝色星河。那是本王见过最美的风景。澜沧江上怎么会有蓝色的星河啊？是江中的浮游聚集所致。关于那片蓝色星河，还有一个传说。传说在很早很早以前，有一位披着蓝羽神衣的鸟仙，被玉青山的景色所迷，幻化成少女在此嬉戏。恰好一位少年路过，二人一见钟情，坠入爱河。鸟仙为与少年尘世相守，遂将蓝羽神衣撒入江中，变成了那片蓝色星河。奈何澜沧江太远，本王便把这蓝色星河为你搬到了这里，也想让你看看本王看过的最美的风景。澜沧江有一传闻，凡人若见星河，便可长相厮守。景王怕是爱惨了梅林。我看这个梅林也没什么特别的，无非就是仗着有几分姿色罢了。要我说，还是殷将军与景王最合适，那都是些陈年往事了。他们竟然拿小小的美人与将军相提并论。今日毕竟是你的生辰，只有这样，太子才不会起疑。旁人怎样议论与本将无关。今日本将罚了西安探子一案，你明日再一一调查。殿下，这些蜉蝣都是景王特地命人跑去澜沧江带回来的。这几日景王宠爱梅林的事，在鸿胪寺都已经传开了。他要骗过我，就得骗过鸿胪寺的人。福芳斋的掌柜怎么说？说是上巳节那日，景王见了不少人，属下还要一一盘问。已经过了子时，今日才是你真正的生辰。王爷，你怎么会知道今日是我的生辰啊？你不是真正的和亲美人，名簿上的生辰自然是假的。你与本王合作，本王要了解你，易如反掌，知道你的生辰也不足为奇。这个果饼一定很好吃。好不好吃，得等你舌头治好了再来评判。王爷说过，这人间的滋味不一定要用舌头来尝，也可以用眼睛来看。王爷看，这个果饼这么好看，一定很好吃。御医说过，你的舌头不难治，只要按时吃药，会好的。
王府今日寻了一个青州厨子，说是做灯果饼有秘密方子，厨子好不好，得等你恢复了味觉，再来评判。那做灯果饼一定没有我阿娘做的好吃。西安人在青州的时候，金陵巷的街坊经常塞钱给我阿娘，要吃我阿娘做的果饼。若是我阿娘还在，那我们家的果饼铺子一定是整个青州生意最好的。来，你说过，你跟你阿娘很像，想她，就看看她。眼睛大一些，鼻子还挺像的。这儿有皱纹，下巴阿娘，我想你了。王爷，谢谢你。今日是你的生辰，本王再送一件生辰礼给你。你家的果饼铺子叫什么名字？春花饼铺。我们家后院就有一片灯果林，每年冬天下雪的时候，树上结的果子就像你画的这个腊梅一样好看。除了开果饼铺子，还有什么别的心愿吗？复仇成功。还有呢？我想带着我阿爹阿娘的那一份，好好的活下去。我还想去澜沧江看一次真正的星河。待到太子谢罪伏诛，本王也帮你开一家春花饼铺，55分成。那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阿梅，阿梅，阿梅，今日的糕点特别精致，你快尝尝。
好，我一会儿吃。今日刘嬷嬷特意去厨房吩咐了，她说红炉寺的糕点必须精致，还说这是景王的意思。王爷说过，这人间的滋味不一定要用舌头来尝，也可以用眼睛来看。王爷看，这个果饼这么好看，一定很好吃。好吃。哎，阿美，你在做什么？让我看看。没想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！哎，你这香丸闻着不香，还有股怪味儿。我闻闻，我觉得挺好闻的，是你闻不出味道才这么说吧？谁说的？这里面有檀香、沉香，还有苏合香，还有蔷薇水。对对对，哎，这些都有安神助眠的效果。阿梅，你睡不着吗？他睡得可好了，此前来的路上，他每次都是第一个睡着的。送给景王的。味道不重要，好看才重要。景王就是这么吩咐的。那个梅林好像尝不出味道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确实如此，梅林没有味觉。景王去上巳节，是去给美人看病的。御医院的孙太清因为没治好，还被景王打了一顿。殿下，若梅林只是棋子，景王没必要做到这一步啊。老三是动真情了，他爱上了自己的棋子，这对我跟洛梅可不是坏事。这下，大哥倒舍不得你死了。对了，殷将军查到哪一步了？回殿下，殷将军已经查到那10个烫伤的美人了。你去亲自提点一下，务必让那几个美人咬定是受了景王的威胁。是。老三呢，看在洛梅的份上，这一局大哥还是会让着你。只要你回了京北，我们仍是兄弟。赶紧走，快点，快点！李清这人至关重要，你亲自去一趟，调查清楚。快点，快点，走，走，走！听见没有？起来！别让他跑了！走！快点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看见没有？抬走！500里程勾你！快点！快点！快！快点！后边跟上！快点！快点！吃饭了，吃饭了！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给我！吃饭了，哎，吃饭了。快点吃！现在，唯一能咬死太子的人，是谋士李清。李清还活着？李清。分封后，监视
的主子，传消息给靖王府。不听话，你就会跟阿呆一样死去。谁啊？监视你的主子。你以为烫伤是意外吗？这10个吸烟美人，除了身份造假之外，手上竟然有一样的烫伤。将军，为何不将他们抓来一并审问？事关和亲大局，如此兴师动众，恐怕不好收场。我们得逐个调查。10个美人烫伤，都在右手手腕，这明显就是有人故意的。梅林手腕也有烫伤，为何不在这明录之中？将军，属下怀疑这些事情与景王有关。属下查过了，10个美人烫伤之时，荣安殿的旧人刘嬷嬷都在现场，定是景王指使刘嬷嬷烫伤美人。这些美人马上分封进入大研官员府邸。说是，莫要乱猜。属下并非胡乱猜测。自从美人进入鸿胪寺，景王就老往鸿胪寺跑，还为梅林做出了许多荒唐事。依属下看，景王定是以宠爱梅林为由，借机联系探子。若是将梅林抓来审问，定能问出些什么。老爷，李青果然被藏在西山矿场之中，矿场内偶有矿工闹事，李青就关在闹事矿工的地牢之中。西山矿场的庐陵军守将杨震早已暗中投靠了太子。张印这招灯下黑，够大胆。那我们岂不是要在太子眼皮底下抢人？我若是扮作侍卫的话，肯定会引起太子注意的。看来掳走李青还是要从长计议啊。王爷，鸿胪寺来信说，殷将军查到刘嬷嬷烫伤美人，梅林姑娘也被秘密请入将军府中。不知殷将军找我有何事？审一个美人，不劳烦殷将军亲自动手。你不是普通美人，你是吸烟探子。按大研律，探子要受炮烙之刑。将军说我是吸烟探子，可有证据？这便是证据。将军误会了，这个伤是我下厨的时候不小心烫的。说，谁是你的主子？是不是景王？人人皆知，梅林是景王的人呀。你以为你凭什么受宠？无非是你这张脸，与我们将军有几分相似罢了。将军凭什么动私刑？就凭你不配用这张脸。住手！将军，你滥用私刑，丢的是本将的脸。这次事情按违抗军令处置，自己去领20军棍。若还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将军，他是景王的人。出去。是。殷将军，我不是吸烟探子，还请将军明察。你这伤是怎么来的？我不小心烫伤的，是个意外。什么意外？将军想问什么，问本王便是，何必要大费周章的
把本王的美人请到这里来呀。他对本王没有秘密，毕竟美人身上有几颗痣，本王都知道的一清二楚。本将接到密报，有人逼迫西安美人做探子，监视朝臣，手腕上皆有一样的伤疤。他是你的人，他自然是本王的人。你知道本将在问什么？好吧，那些美人是本王烫伤的。为什么？鸿胪寺人人都知道阿梅与本王的情谊。有人故意嫉妒使坏，烫伤阿梅，本王自然看不过去，必须要以牙还牙地报复回去。你不用拿他当借口。景王不是会参与这种事的人。本王是真心实意的爱阿梅，自然舍不得她受半分委屈。你不是耽于情爱之人。往年德家皇后唠叨那么多，人长大了，总是会变的。方才殷将军说的密探是怎么回事？太子拿你没办法，便仿照你的烫伤，借机诬陷本王，利用西燕美人笼络朝臣。觊觎储君之位，那些美人会不会有事？本王赢了，他们便不会有事。王爷已经想到办法了，杀张印，就可帮我们破局。需要坐镇，才不会让太子察觉端倪。还有，无论发生何事，首先要保证梅林的安危。王爷放心，梅林姑娘武功高强，此事对于她来说再简单不过了。现在离破局就只差一个人证了，一个父皇信任的人证。禀王爷，殷将军来访，已在后院等待。人证不请自来了。自从你离京以后，我便再也没有来过这个院子。这棵梅树，还是你亲手种在这儿的。明明是将军强迫本王种的。那年比剑，本王输给了将军，将军便不依不饶，非要逼本王在这里种下一棵梅树。景和，你真的从来没有想过？比剑只是借口。我不相信你烫伤美人是为了讨好梅林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本王啊，想要那个至尊之位。那个位置向来能者居之。若是景王心智不变，大可正大光明的去拿。何必利用西燕探子，走了歪路？哼，殷将军多虑了。无论本王走的是哪条路，始终行走在大燕的土地上，绝不会做任何危害大燕社稷之事。那些西燕的探子到底怎么回事？殷将军可还记得我们曾经打猎的钟灵山？3日之后，殷将军若是赴约，自会知晓。是我的失职，待我抓回张印，再跟王爷领罪。派出所有人，务必抓活的。是。什么？他还活着？他从景王府逃出后，往城郊据点去了。好个张印，竟能骗过本宫，还从景王手上逃了出来。
带上所有人，这次本宫要亲眼看着他死。是。人引到钟灵坡，张印就在那儿。碧气血只能撑1个时辰，剩下的就靠你了，王爷。殿下，这下死透了！快把尸体带走。是。老三又来晚了。这一局是大哥赢了，不过没有人会一直赢。你竟然利用了我梅！大哥可以利用殷将军做吸烟探子局，本王自然也可以请殷将军做个人证，太子灭口张印的人证。那支箭可打着东宫的标志呢。张印不过是一介下官，就算拖尸体到了父皇面前，他也未必会听你的一面之词。一具尸体自然动摇不了东宫之位，但却可以在父皇心中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。文华阁失火一事是由大哥一人督办，若是被父皇知道是大哥杀人灭口，大哥苦心经营多年，又何必在父皇面前自毁形象呢？所以，你想谈什么条件？果然还是大哥了解本王啊！只要大哥出手解决吸烟探子一事，本王今日可以没有看见张印，咱们一人赢1局，如何呀？大哥，你不亏。时至今日，其实大哥都没有想过要把你置于死地。是啊，不过是想把本王赶回京北罢了。只是本王与太子的比试还未完，怎么能先下擂台呢？不如锦和，不如锦和。殷将军，本王在此。若没怀疑大哥，就是父皇怀疑大哥。大哥真的不在意吗？多谢大哥成全。把猎物抬到靖王府。我们的人即刻隐蔽。是。太子殿下怎么在这儿？大哥是本王邀来的。本王遭人暗算，心情抑郁，只有大哥能帮忙排解。做哥哥的替弟弟分担解忧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嗯。
这靶场咱们有多久没来了？大哥，你知道我现在无心叙旧。太子殿下，西烟探子一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兵部侍郎甘宁设局陷害三弟，他误解了我们兄弟之情，以为景王回京是为了争宠，想将三弟赶回京北去。虽是甘宁自作主张，三弟终究是因为大哥受了委屈，大哥在这里向你赔不是。本王的郁结，果然只有大哥能解。不如像以前一样，两位殿下再比一场。洛梅，我们都知道，在这靶场，我向来是输家。太子殿下也赢过，唯一的那一次，是因为你。想赢，就光明正大点。本王认输。若不是大哥相让，我赢不了。赢不了的局，逼他做什么？没意思。本王郁结已解，就不打扰殷将军和太子殿下叙旧了。我此生唯一不能输的就是你，洛梅。狗奴才！你们给大皇子用的什么弓啊？是我自己挑的。他们就是见你好说话，所以才敢偷懒的。用我的。玄烈哥哥比你厉害多了，换把好弓，准能赢你。再试试。好，咱们再比。洛梅，我赢了。看吧，我就说你比不过玄烈哥哥。还是老三厉害，这次只不过是大哥运气好。大哥好剑法。不过大哥，我迟早会超过你的。洛梅，你帮大哥赢了我，我都没生气，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？父亲说，军营是男子待的地方。以后不准我来靶场。凭什么女子嫁人之后要在后宅终老？哼，我偏不嫁。洛梅，你放心，等我以后当了大将军，就带你上战场，保家卫国。而且，一个比男子还要厉害的女将士，本将军怎么会拒绝呢？真的？那可说好了。一言为定。保国安邦，护我大言。护我大言！保国安邦，护我大言！保国安邦，护我大言！当年若不是你赠功，我怎么能赢？太子殿下剑术高超，你要想赢便能赢，与洛梅无关。我若想在后宫里过安稳的日子，就只能一直输。
人人都道我好福气。我母妃出身卑微，生我时难产而死，而我却能在德嘉皇后的膝下长大。母后对我很好，可她对我越好，我越受罪。荣安殿的那些奴才，从小就怕我这个皇长子抢了他们小主子的风头，处处针对我。其实我早就知道那张弓是坏的，因为你，我第一次可以光明正大的赢。自那时起，我就希望有一日可以站在你的面前，告诉你我的心意。太子殿下，平南军守卫的不仅仅是那个位子，更是大炎的疆土和万千百姓。洛梅拼得一身军功，只为做大炎的纯臣。洛梅不愿，也不会做你们夺嫡的筹码。我想赢的不是平南军的军权，而是洛梅你的心。你可知道？你的志向我从来没忘，老三随口答应你的事，我替你完成。我说过，就算你做皇后，军权仍然归你，你仍是殷将军。我绝不会将你困在后宫。若有违诺言，这卷诗书，将军可公之于天下。殿下的心意，洛梅承受不起。王爷吩咐，让梅林姑娘在此等待。王爷赢了，是我们赢了。那些美人没事了。你放心。本王会想个办法送他们回西燕的。你受伤了，为何不穿金丝软甲？我是故意的，不然瞒不过太子。就是小伤，不碍事。这是军中的伤药，可能会有些疼。王爷，我不怕疼。疼吗？没事，小伤而已，死不了。不怕死，不怕疼，你这人就没什么怕的吗？我有怕的，我怕我阿娘。人有牵挂，才会惜命。
本王记得你说过，你的簪子是沟通阴阳之所。本王相信，你娘在天上看到你这么拼命，也会担惊受怕的。你谁呀？谁？出来！谁在那儿？出来！谁在那儿？张大人，你是？张大人不记得我了。威北军，先锋营，庞气。你不是死了吗？你也死了。认罪！向威北军每一个人认罪！唐都统，我知错，我认罪。向他们认罪！是。魏北军戍守六城，我认罪。魏北军副将杨东虎，我认罪。魏北军百夫长王福田，我认罪。这世上已无魏北军，你却执意跟着本王，宁愿活在这种地方。本王一定会带你，带他们离开这里，活在阳光下。这个香囊应该可以让他睡得好一点吧。王爷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你喝酒了？你别动！你在幻觉里就是这么对本王的，凶得很。怎么喝这么多？当然要凶啊！不凶是会被人欺负的。那你那么凶的人，不也怕你阿娘啊？我阿娘她总想让我嫁人，她着急把我赶出去。哼，你不想嫁人？主要是赘婿不好找啊。为什么非要找赘婿啊？因为我阿爹常年在外面打石头，家里面只有我能照顾我阿娘。我本想照顾我阿娘一辈子，所以怕是因为在乎。那你怕本王吗？
王爷是好人，我当然不用怕。本王可不是好人，你对本王做的事，本王一桩桩、一件件都记得。本王还记得第2次你见本王的时候，就咬破了本王的嘴巴。那这样，若是王爷计较，王爷可以咬回来。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，待到我们扳倒太子，再还给你。想跟你阿娘说话，就来找本王。甘宁一个侍郎，竟然敢设局构陷皇子，太子，你可知罪？父皇，玄烈御下不言，任凭父皇处置。皇上息怒，此案若不是因为太子殿下，恐怕不会这么快真相大白。殷将军，请起。谢皇上。西燕探子一事没出乱子，都是殷将军的功劳。殷将军此次换访回京，本该让你歇息几日，谁知竟生出这些事端来让你忙碌。微臣为君分忧，责无旁贷。好，此事尽快结案。甘宁，秘密出斩。至于那些美人，少不得要安抚一番。总之切勿张扬，引起两国嫌隙。皇上，微臣以为这10个西燕美人被人冤枉，难免心生怨怼，实在不宜和亲。不如让他们同月清公子一同回西燕，以此彰显皇恩浩荡，也可平息流言。好，那就照殷将军的意思办。臣遵旨。臣告退。朕看甘宁的胆子是向东拱介的，底下的奴才都是见风使舵的人。你若不是存着忌惮老三的心思，甘宁敢陷害皇子表忠先？父皇，儿臣对三弟绝对没有半分加害之心。若父皇认为玄烈难堪大人，儿臣愿即刻让贤。行了，太子，你身上担的是大燕未来的江山社稷，朕对你的期待，自然要比老三多。老三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做事荒唐些，你作为大哥，要多担待。儿臣谨记父皇教诲。皇上允了将军自主择婿，
便是希望将军能按照自己的心意选。本王是真心实意的爱阿美，自然舍不得她受半分委屈。洛梅，人长大了，总是会变的。王爷，王爷，西燕探子之事算是彻底解决了，太子也算是自食恶果。听闻在延明殿一直磕头，父皇就原谅他了？哼，父皇到底还是心疼大哥呀。其实皇上还是宠爱王爷的。今日殿上，皇上还提及了殷将军的婚事。其实皇上更乐意看到景王府和殷家联姻，这些都是刘忠刘公公亲口告诉我的。而且，他还吩咐了之前所有的美人，无诏不能出入鸿胪寺。青燕以为，皇上这是在提点王爷。这父皇怎么又乱点鸳鸯谱啊？吩咐连袖，待到梅林分封入府，以侧妃之礼相迎，最好能让父皇他断了赐婚的念头。是。这双林院是不是小了些啊？除了王爷的占月阁，就属双林院最大。况且双林院离占月阁最近，阳光最好。王爷的意思是让梅林姑娘直接搬进王爷的占月阁？就双林院吧，坏了规矩，总是不好的。殿下是最不讲规矩的人了。留着吧。大司农的花奴前不久刚培育出几株豆绿牡丹，皇上也赏了景王府一盆。王爷若是喜欢赏花，本王就喜欢这些死不了。入土即安家，荒年充饥，盛年簪花，可比那些什么牡丹强多了。很久没见王爷这么开心了。咱们的账一笔勾销。本王要扣押你的簪子，待到我们扳倒太子，再还给你。想跟你阿娘说话，就来找本王。你是在担心我，是不是？梅林姑娘，该喝药了。刘嬷嬷，哎，蜜饯。王爷说了，
这几日啊，姑娘便能尝到味道了。这几支蜜饯是王爷特意吩咐备下的，给姑娘压压苦味儿。多谢刘嬷嬷。再有几日啊，就分封了。姑娘啊，到了王府谢王爷才是。等我味觉恢复了，我第一个告诉王爷。那我先退下了。好。